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我们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细节。但是，只要有任何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夏女士，如果您的老公是清白的，我们一定会放他出来，一定不会冤枉他。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他到底犯的什么事儿啊？他涉嫌强奸。强奸？他哪有这本事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蔡女士，有没有搞错？我们会调查清楚。您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请您回家等消息。行，按你们的程序办。一旦搞错了，我会投诉的。卢生，这事儿你给我查清楚。明白明白。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陈安墨的指认以及客观事实的辅证，卢生对郑薇薇确实进行了非法禁锢并实施了强奸，完全可以报警批捕。韩之，您看一下这个。我同意批捕，但是你们要继续侦查，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心服口服。明白。哎，瑞哥，你回来了。没当然是。不用了。你干嘛呀？我不想干了。瑞哥，你别冲动啊！我没冲动，在里面3天，我想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警察，所以我选择退出。你想做一个沙漠人，照亮他人，在黑你们加油！夜里闪希望在你们的努力下，天下可以无怪。勇敢的人，那一种身份，不辜负执着的眼神，向前吧，河人，他一直走，坚定了眼望，我举起手，拥抱着岁月，它绝对不会变旧，留下我的心，它永不会生锈。
主任，您怎么来了？我来祭拜常总长。其实真没必要，还要您大老远跑一趟。要是没有这件事情，我可能还不知道常组长的种种事迹。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让我知道了一个好警察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反正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永远不回家、一直在工作的坏爸爸。最后还救了个人渣，丢了性命。这就是真正的好警察吗？但你也还是选择成为了警察，不是吗？那是因为我没得选。他牺牲之后，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继承他的衣钵。常所长在那个时刻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完成警察的使命和责任。你作为他的儿子，难道也不这样想吗？我凭什么要继承他？他是他，我是我。从来没有人在乎我想干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永远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我不知道你跟你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你说出这样的话。但是通过这几天，我能看得出来，失去他你心里很痛苦，这是你的一个心病，可是你一直都不肯承认。青皮到现在还是嘴硬，还有那么多小孩都没回家呢，难道你就这样半途而废吗？当警察的多了，比我优秀的更大有人在，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常蕊，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对你这么失望，我也没想过会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想为了留住你说什么大道理，但是你说的对，警察是很多，但是培养一个打拐民警需要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我们现在在这说话之间就会有一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到丢失孩子的痛苦当中。你要是觉得这一切你都无所谓，你不在乎了，你不在意，你麻木了，没关系，我也劝不住你。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按照你的意愿生活，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祝你一切顺利。怎么了？你不开心吗？谁说的？我开心，好开心。你觉得我是个好警察吗？当然啦，你是个好警察呀，为什么？因为你抓过很多坏人啊。也是，抓坏人就是好警察，帮坏人就是坏警察。可是你也救过发发呀。你不一样，发发不是坏人。我帮坏人做过事。那时候你还小呢，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啦，那你救人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主任，我
我那天指着肖局长的鼻子嚷嚷来着，他不会真生我气吧？常瑞，知错了。啊。肖局，按照规定，王广清这个案子，常瑞不一定非得回避吧？闭嘴！你真的知错了。作为一名警察，我应该听从组织的指挥，不应该因为个人感情擅自行动，更不应该对着您嚷嚷。好，你这才像老常的好儿子。不是，关键你们找到了审王广清的办法了吗？是，已经找到了。找到了还不赶快去？掌握好节奏啊！好，去吧。欢迎归队。谢谢。王广清，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牛批呗，你不警察吗？等着，等有机会的，咱俩好好比划比划。没机会了。你还记得常永军吗？记得呀，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你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在他坟前放上一束康乃馨。畜生也是个感恩吧？我叫常瑞，常永军是我父亲。行，你爸呢？当年在水里救了我的命，没想到你这当儿子，现在在水里差点要了我的命。王广清，既然你到现在都没忘记常所长，但是你现在想想，你做这些事儿对得起他吗？要是常所长还活着，可能后悔当初把我救了吧。他不会的，他不会后悔。就算再有10次、20次，他还是会救你。你每年都会去常所长的坟前给他送一束花，说明你没有忘记他，说明你良心未泯。我们审了你那么多次，你一个字儿都没跟我们说。但是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就算你不开口，一样能给你判。可是你自己对得起自己良心吗？你对得起你每年送的那束花吗？你对得起常所长的命吗？我们是想让你重新做人。那天抓捕的时候，我不该打你，但我控制不住。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父亲用命救回来的人，
最后活成了一个人渣。他不是一个好父亲，但肯定是一个好警察。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让一个好警察的牺牲可以有点意义。我渴了，我倒杯水。如果这个王广清说的是真的的话，那这个郑薇薇绑架案应该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起码不是随机择选受害人。李老板呢，喜欢上一个女孩，就是从我左手边数啊，桌子上第二个这个女孩，那都是成年人，是个大学生，那上哪那么好骗？没办法呢，我呢就让白婉先在网上跟他沟通着，时间长了，也就摸清这女孩的性格脾气、生活细节等等吧。然后在一次她去给人当家教的路上吧，我们就等于给她绑架了吧？啊，绑架。谁能想到这女孩呢，性格特别刚烈，软的硬的都不吃。就给女孩下药，那个老板呢，就算是把她给硬上了。上了之后呢，李老板挺满意，然后舒哥跟飞哥说他也挺满意，第二天就给我拿了10万块钱现金。在我看来，这一定是一起有组织的拐卖加绑架。而且这个瘸哥一上来就给10万块钱，说明他从这件事情上能获得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个数。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查清他们背后到底在做什么交易。李老板真名叫卢生，我觉得我们应该顺着卢生这条线。袁磊，你查一下卢生公司在郑薇薇被绑架期间的业务来往。妍妍今天又来不了了。哎呦，当的那个主任啊，忙得不得了，想让他来吃个饭，没门儿。他那也是工作，正事儿嘛，对吗？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你们知道吗？他那个房子乱的都没有时间打扫，是我逢三差五的去给他整理的。这倒是的。哎，修明，这次回来能住一段时间吧？我明天就走。啊，这么急啊？你没说他？我说那有用吗？现在呀，工作是他的媳妇儿，家呢就是他的旅馆，对不对？哎呦，我这都是我不好。那个姨父姨妈，主要是我申成的公司呢，最近发展的还可以，有一个资本方呢还想募资我们公司，所以事情就比较多。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儿，来祝贺一下。秀明，你们都太年轻，想事情呢想得太简单。工作再重要，也没有生活那么重要。对吧？我的意思呢，你们俩，你在这儿，你在这儿，长期两地分居，要给我搞出什么事儿啊？你们可是异地哦。吃菜吃菜。这，姨妈，你放心吧，肯定不会的。而且啊，我都已经想好了，把申城那边事情呢稍微稳定稳定，我以后就少出差，或者干脆我就不出差了。对喽，我就住在这边，这就稳定了。这还差不多。你们俩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是。吃菜，吃菜好不好啊，老同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没时间啦，忙啦什么，领养一个总可以吧？哎呀，看见了吧？你们这个姨妈一开口就刹不住车，孩子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商量，好不好？啊？是，姨妈，你说的这个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领养一个也不错呀，是不是？来，姨妈姨夫我敬你。敬。来，姨父姨妈，身体健康啊！好，干杯！好嘞。好，人家瘸哥做的都是净手买卖，你就算是把我们下面人抓了，你怎么着也抓不着人家。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给人家背雷的。这得多大的雷啊！你背得动吗？你就那么愿意为瘸哥卖命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挣的就是这玩命钱啊！最多再讲点江湖道义。人瘸哥出手也挺大方，只要你事儿办明白了，钱一定也都到位。而且大哥也有大哥样，只要说过的话，答应你办的事儿一定给你说到办到。怎么联系他？说实话啊，我联系不上他，每次都是飞哥联系我，给我下的命令。上次你们把芒山树清了之后，我呢翻过白虎山，就是飞哥接的我，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呼吸室。从那之后呢，我就联系不上他了，电话也打不通了。这么看来，这个瘸哥和王广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应该都是通过这个飞哥。飞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人，只能靠办法去追寻了。佳佳，你按照王广清他的供述查一下他逃跑路线所有的监控。好。喂。不好了，邓主任，自从你上次来劝了他以后，他好多了。今天呢，他出去了，学生证也没在。我就以为他想通上学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验孕棒，是阳性，而且他还给我留了个纸条，是这么写的：妈，对不起，我走了，你就当陪我这个女儿吧。邓主任，你帮我找找他呀。薇薇，把药给我。
你别做傻事行吗？我求你给我啊！不是答应过我吗？我们上次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我以为我能做到的，但是现在我做不到了。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我看到你写的那个文章，被摆在你们学校展览室最中心的位置。不光是在你们学校的展览室，在网络上你写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喜欢上了你，喜欢上了你创作的那篇文章。你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现在你要放弃自己的希望吗？别说我。嗨，微微，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秦彪。快看，我回家了，我也找到了真正的爸爸妈妈。微微，当初我们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你告诉我，风信子是重生之花。你看，我在这儿种了2株呢，一株是你，一株是我。微微，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不一定能活到现在。所以你也一定要答应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加油！会挺过去的啊，我陪着你。独生，你涉嫌强奸罪，怎么了？觉得自己冤枉了？警察同志，我就是被冤枉的，你们赶紧把事查清楚，还回清白行不行？啊？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我见什么棺材掉什么泪啊？啊？啥意思？你这是？你们是不是想迫害我，冤枉我呀？是不是这意思？你们？你好好说啊！我们是警察，谁会迫害你啊？觉得自己冤是吧？想要真相是吧？郑薇薇怀孕了，经过无创胎儿亲子鉴定，孩子就是你的。我找到飞哥了。哎，邓主任、瑞哥，你们回来正好，我找到飞哥了。根据王广清的供述，就是这辆车把他送到了虹溪市。车辆我们已经找到了，车主就是飞哥。飞哥本名叫费岩，费岩把青皮送到虹溪市之后，就飞往青茂国。溜的倒挺快。这个费岩联系王广清的另外一个号码，也只有跟王广清一个人的通话记录。单线联系。那现在线索又断了？还没有。佳佳，你找一下费岩他开这辆车在省内的行驶规律。好。这是车辆近期的行驶记录，主要是在灵山市内行驶，而他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天海吉祥娱乐中心。
进来用了，谢谢。微微，怎么才来啊？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迟到了。好久不见，你好点了吗？哦，坐吧，夏。哭什么呀？坐。最近怎么样了？挺好的。你这个手还疼吗？已经快好了。吃吧。好。你这是点的什么呀？我都没吃过。这个感觉好香啊！近期上至那个江地区连续侦破数起拐卖外地少女被强迫卖淫案，省委省政高度关注。就是这些被拐的、被强奸的女孩啊，不就是因为她们生活不检点，才被这些坏人盯上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强奸、被拐卖的女孩都是他们的问题了？那不然呢？这苍蝇啊，不叮无缝的蛋。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些呀，被救出来的女孩，你想想，有哪个正常的男人想要她们？有哪个正常男人不觉得她们脏？所以，你给我逼我泼干什么呀？泼你怎么了？我就该早点泼你，让那个臭嘴赶紧给我闭上！我妈都没骂，你他妈竟然敢骂我！你信不信我打你啊？你好有本事哦！动他一下，你试试啊！俩小娘们儿要打我，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打？你别打人啊！我们录着视频呢。对，我们有证据，你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滚！你给我等着！算什么男的啊？进来，滚！哎，你们听说了吗？隔壁那个赵老板要把店铺兑出去了。为啥呀？还能为啥呀？听说房租要涨，干不下去了呗。哦，那咱们可以把他们的桌椅板凳还有厨具什么的收一点过来啊。我早都问过了，他说不单卖，要盘就得全盘过来。哎，那也太多了，咱们这儿哪放得下呀？还是算了。你就算放得下，咱也没钱买呀。咋个房子还发展？张阿姨，吃了吗？哎，吃了。哎，我来呀，就跟您说点事儿。是这样，张阿姨，我一朋友呀，他也看上了我这店面，他给的这个价呀，还挺合适的。小钱儿，我也正想跟你说，你看咱能不能还按原来的那个价钱，我们再续1年？对。张阿姨，不是说我不照顾您，您看，咱们这街上其他店面都涨租了，那么多年我也一直没给您涨过租金，我够照顾您的了，是吧？是。咱是不是怎么说得象征性的涨一点？你说的那一点儿是多少啊？我那朋友他给我出的是5万1年，要是您的话，4万8。4万8。4万8？你这也没涨多少呀。对，你4万8跟5万有啥区别呀？哪能涨那么多呀？是啊，您再给我们让点呗。这个，你看啊，我们这个真的这1年啊，都挺不容易的，赚不了多少钱。亚强，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我们，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你看能不能我们再商量商量？再让一让。要么呢，您就给4万8，咱们续约；要么呢，我给您大伙儿半个月时间搬走。半个月。小强，就这样了，您考虑考虑。
不是，小贤，小贤，等等，不是，小贤，商量。先做材料室。好。卢生他自己开过一家小公司，后来倒闭了，然后就跟蔡宁结婚，结婚以后就用蔡家的财产做到了现在。邓主任，您真的有结果了。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鼎顺集团。怎么了吗？这是我表哥表嫂家公司。那你要是不方便，让磊子替你去一趟。没事儿，我先打电话问问吧，侧面摸摸情况。你签的字。是。这么大的一批货，这么大的一批货款，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个保险公司买保险，还要找一个什么国外的保险代理公司？现在这个代理公司跑路了，钱没有了，你们俩告诉我，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叶总，这个事儿怪我，之前一直跟这家公司合作，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一直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老吴，这是你现在应该说的话吗？是我失职。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也不想，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找国外的代办报警了。报警没有用，你在国外报警，什么时间可以破案？什么时候可以把钱追回来？我申城那边缺少资金，我已经等不及了。这样吧，公司的那些应催货款，我亲自去盯，好不好？还有公司那些老客户，我尽快的去梳理一下，争取能够多拉一些新的订单进来，好吗？叶总，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吧。1个月，我在1个月之内做一个可行性方案出来。我要可行性方案没有用，而且我也给不了你1个月的时间，2周时间，资金到位。没问题。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辞职，我先去忙了。你为什么要这样逼人家？我这不是逼他，我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是他失职，他应该承担责任。什么叫他失职？他应该承担责任。这公司是谁的？是咱俩的。你像一个甩手掌柜一样。公司这么多事儿，人力资源又很有限，你什么都不管，丢给我们。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跟我们来追责，你在干什么？我明天一早上飞申城，我到那边想想办法。总而言之一句话，申城的资金链不能断。你心里只有申城，只有资金链，你心里还有别人吗？卢生的案件牵扯到了鼎顺集团，鼎顺集团的老板叶修明是我表哥。如果卢生的案件真的跟鼎顺集团有关的话，我是不是得申请避嫌？还没到那一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查，我相信的人品。如果真查出来叶修明跟这案子有关系，你再避嫌也不迟啊。行，我知道了。好，那我先下去。去。瞧把你给忙的！哎，怎么天天穿这么素啊？我之前给你送的衣服怎么也不穿？那你给我的那些衣服太花里胡哨了，我这做警察的我穿不了。还看不上是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不是只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吧？是这样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卢生这个人。卢生？之前你们打拐办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
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怎么说呢？这个，你们公司跟卢生之间的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因为卢生这个案件呢，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也不能跟你透露。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盛来讲影响大吗？